就是这个垭口了嘛。我翻下去还有下一坡。垭口就应该看得到你们的房子，看得到吧？下去在那石头盖能看到。看得到哈。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咱们是接着上一期的视频讲，上一期视频中啊，有一位71岁的阿姨啊，非常的了不起啊。他们家呢，就是住在这个山下。你要知道，走他们家的话，是要从我们昨天经过的那户人家，再过来，再翻一座山，才能到他家。你们知道吗？从我停车的地方走到这里的话，已经走了1个多小时了。可见住在这个大山里的人，还真的是很不方便啊。在这个位置呢，就能看到阿姨家的房子了。那个阿姨呢，她是姓袁，那么71岁了。她现在是1个人住在那个地方，而到她这个地方呢，步行需要1-2个小时啊。我们现在听到没有啊？有2只狗在那儿汪汪叫。阿姨呢，因为没在家，她在我们上一个视频的那户人家那里，好像是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不过去了。但是呢，可以把阿姨的故事跟大家聊一聊啊，从空中来看一下她居住的这个位置啊，特别了不起的一位阿姨啊。你们这边贵姓呢？他们姓胡，我这边姓袁。哦。就在我个人在搞起了，我的大学已经47年了。你是一个人在那边哈？我个人在那边的。他们都是小的，都是在外面。都在底下。都在底下。我的小的都在底下，哪怕就说我的丈夫是47年，我一个人在搞起的，站的现在是国家向国家和我们。也就说国家还点那个房子，也不谈那么就下点起有哈，有个单价支出。对。就说会，也就说像你这些满了60哈，国家还要拿点那个养老保险给你。像我们在高级下结婚了60年，最后呢有房子，还1个月还有点低吧。我们都是小的都在下面去的。啊，等于他们这儿是姓胡，你们是姓袁。我们是姓袁，我后家是姓叶。不得了。我这独脚打针了搞那么多，5年了。我说，因为你啷个不想下坡，还把国内的人也带出头头。现在就说。那几个对我的孝心都是有，还他都过去不了那个住哦，还战胜国家了嘛，就是。对。啊，你这个不得了哦！你20多岁的时候，我才23岁啊。你23岁的时候，他就过世了。电打死人嘛，带下坡去啊。那你有几个小孩呢？一样2个。2个，你23岁都有4个娃儿。我10多岁就结婚了噻。10几岁就结婚。然后等于过世了之后，你才23岁，等于你们老公就过世了嘛？是吧？你23岁就把娃儿错过了，就把这几个娃儿带出来。他大的给他教了几年书哎。还要当老师啊？这现在没有了。那你这个真的不得了啊！那他人给他只好抢人给办噻，只有一条路走噻，是不是哈？你不会说把个人小的甩起噻？那肯定。当时没有想哈招一个进来吗？没事的这种。反正是个负担，是不是？那等于你们的父母应该也不在了噻？不在了，双方哪里父母都不在的，走了几十年了，都走了几十年了。都是你在家里面伺候走的吧？是吧？你这个。我后家的郭子兴都走过前头去了，都去了5-6年了，还不是走我一个人。你这个前半段病比较苦，后半段有享福。都是向国家富，我跟你说，我讲个另一辈的还是向国家富，人家大家他都贫困了，你去啷想啷富？现在倒不存在贫困难，他们自己要带自家娃儿哈，也不容易。是嘛。现在都不容易。那我个人我去过那个就得去，下去他们看看，他们打个电话就来街上来碰外面那个现在。其实还有些你年纪大的，然后跟他们那个一起合适呀，不行，也整不到一块。是，我跟你说个道理。你还年纪大的要吃软点，年轻的要吃硬点，吃的东西都不一样。是吗？22-23岁就当家，一个人拖弄大个家庭，还要带几个娃儿。我说现在的娃儿是20多岁不懂事的哦。他这个我最赞成。懂事不懂事。比起你那个时候，他现在简直就是个娃儿，现在20多岁。是吧？你还是4个娃儿的妈妈了，23岁的时候，对吧？是。你真的不得了。听了这个阿姨的故事啊，真的是令我感动又非常的敬佩。她10多岁就嫁到了这里，
然后23岁，老公就不幸过世。23岁就已经4个孩子，她一个人把4个孩子养大成人，供他们上学，然后又在家里把老人伺候过世，没有改嫁。而且这个阿姨啊，是特别知道感恩的人。我并没有提及任何的事情啊，她一味的跟我说现在的政府非常好啊，分给他们有房子住，只是她自己不愿意在山下住呢，又搬回到这个山里面来，自己种一些地，在这里生活。她在23岁如花似玉的年龄，承担了她不该承担的所有压力，可谓是尝尽人间酸甜苦辣。但是她在和我交流过去的时候呢，她是微笑面对，非常正能量的。在她的脸上啊，咱们看不出丝毫的生活不如意。即使在现在这个时代，又有几人能做到像阿姨这样有担当、豁达和包容呢？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我现在在铜仁沿河县的黑水镇，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要去哪里。我是从这个垭口上步行过来的，这个地方他们南有一道门，因为下边还有一个村子。哇，这个地方你们说漂不漂亮？那么现在呢，我是要步行从这里过去，从这里下山。这些是房子，他们那儿呢是不通公路的啊，应该是整体搬迁了。然后前边这个峡谷这里呢就是乌江，对面的就属于四川的酉阳县。你们很难想象吧，下边村子的唯一出山路就是走这条小道，因为前方呢是乌江隔断，哪儿也去不了。下去是还不算累啊，等一下上来我觉得我皮都要爬掉2层。而且现在下去是没太阳的，等一下回来太阳西晒，妈顶着背晒，我天哪，我都不知道累成啥样我才能爬得上来。你们说是不是啊？这么陡峭的山路。他们这个村子啊，当初修这个出山路也是为了走近路啊，都是弄的这种垂直的这种石梯啊。走着闪腿啊，这个腿都是发抖的，而且还远得很哦，朋友们，还远得很哦。
你们看看这里啊，真的是像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啊，两边都是这种高耸的崖壁山，然后呢，人是居住在这个峡谷里面，关键是前面就是大大的一条乌江，有山有水，是不是？这种地方就是世外桃源的地方啊，而且住在这里是清修一般的，没人打扰，对吧？朋友们，走的我腿都打颤颤了，这路太陡了。这儿已经发现第一户人家了，好像没人住。这个地方是有人在下面养羊的，那么好像已经不通电了，估计呢是整村搬迁，只是有一些部分人呢，他留守在这里呢，搞点养殖啥的。然后大家看电都没有了，这个电都卡掉了。这里还有一颗电杆也是丢在这里不管了。然后那边有一个废弃的房子，咱就不下去了。咱的目的是一直沿着这里下去，到那个江边，那顺便看看下面有人居住没有啊？哇，这里有一片房子了，这边看一下，这里一片，嘿，还可以。这里还搞了水泥道，你看这种水泥道都是人工把这个水泥背过来，然后做的这种串户道吧，应该是串户道，因为这地方不通公路嘛，而且弄这个水泥下来呢，有可能都是人工背的，因为我看这个路特别陡啊，我估计马都不一定驮得下来，有可能真的是全人工背下来做的这些水泥梯啊，特别不容易啊，住在这个大山之中。人居住的位置主要就集中在这里啊，然后这边来看一下，这房子都破了，上面就是高耸的崖壁，包括对面也是。这个地方环境确实比较幽静啊，挺漂亮的，就是那种大家心中的世外桃源般的那种感觉。只是这个交通不便啊，确实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像这个地方呢，假如说想要修公路下来呢，也是非常艰难的。我就是从这个后山下来的，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坡度陡成什么样，对吧？那公路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在这么陡的地方开凿下来，因为它这个落差太大，从上面到下面的落差接近500-600米，而且它的直线距离的话，可能就是几百米。对吧？几百米的直线距离，然后几百米的落差，你们想一下，这种公路怎么修，是吧？基本上是不现实的，修不下来。也不是修不下来啊，就是耗资会很大。而且呢，人员都是居住在这个山脚下。假如说你上边修公路的话，它这个滚石你是避免不了的，知道吧？避免不了滚石，那么住在下面的这些房子呢，也是有危险，这也可能是没有办法施工的一个重要原因啊。哎，这里有人在这里养羊哦，羊儿叮当叮当的。这个房子也是废弃了的。咦，这里还喂有牛嘞，有个小牛仔，小狗儿，哎，看到一个小狗儿，小狗儿，这小狗儿好可爱，嘿嘿，它都不出声音来，就来到了我跟前。哟，这里养了好多羊，这主人家在哪里去了？有人在家吗？有人在家没有？没有听到声音，我们还是往河边走吧，待会儿再回来。耶，水，吃饭没有？哦，你还在养羊啊？哦，养牛几克哈？你在做哪里啊？煮饭呢？哦，还没吃饭是吧？哦，刚刚养羊那个叔叔跟我讲了，他们这个地方叫冉家寨，
他们这里呢叫上冉家寨啊，然后下边呢叫下冉家寨。那么这个上冉家寨呢也是有几十户人啊，你看那有那么多的废弃房子，这边呢也是一个宅基地。那我身后呢有10来家应该目测，你看下边那儿也有，还有废弃的房子啊。反正这边这几栋房子是没人住了啊，你们有人要住的可以来住啊。我们继续往那个下冉家寨去啊。到了下冉家寨呢，就差不多到了江边，而且在这个江边的话，还可以坐船去沿河县啊。其实你还别说啊，虽然说走这个山路比较累，但是走水路的话还是有船可以坐的。那叔叔跟我讲呢，是20块钱可以坐到沿河县啊，水路还是挺交通的。这些房子都是废弃了，没人住的啊。然后这儿连着有好几栋，看吧，这就是以前曾经也是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现在呢都是荒废丢在这里了，但是环境是真的好啊，尤其是在这种山水间，你老是听到丛林里叽叽喳喳的鸟叫啊，各种各样的声响啊，这就是大自然啊。哇，这边看一下，不是这个是大磨呀，我不知道朋友们认不认识啊？这个是大磨，以前在农村呢，就是用这个大磨来磨粗粮，知道吧？就是我们的玉米啊什么的，就要用这个大磨来先碾碎一遍，然后呢，再用小磨来把它磨成粉。所以这2个磨呢，它都有一定的作用的啊。那个磨它是磨粗粮。比如说我们喂猪的，或者说我们粗粮要进行碾碎，碾的稍微碾成颗粒的，就用那个。如果说我们要碾细粮，就用这个。比如说我们吃的包谷沙也可以用这个，还有我们要做豆腐啊什么的，就用这个小磨。你看这玩意儿如果放在城市的话，它也是可以值钱的，对吧？就在这个大山里，它就不值钱了，都是放在这里的。送给你让你来背，你也背不动啊。现在才走到一半啊，朋友们，我这个2腿都发颤，不知道拿着稳定器你们能不能感受到啊？我先补充一点能量营养再走吧。这个是我们贵州的赤泥原叶，喝一口，它的 VC 含量非常高啊。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赤泥原叶啊，是有机的产品，也被称为液体黄金啊，大山里面的珍宝。来，喝了继续往下走哈。80，有点酸，有点涩，但是喝起来口感还挺好的。来到这个江边的下寨了啊！哇，这地方好平啊，在江边始终是不一样。看这个土地都有耕种，那个房子呢也是保留的比较好，应该还有好几户人在这里居住。这个地方环境真是漂亮啊！比上寨要好一点，因为它这儿呢离江边更近，然后住的地方呢也更平一点，舒服，是吧？舒服，这个地方，我们在这里呢可以一脚踏2省啊，对面就是四川，中间就是乌江隔断，对不对？很美的地方。我现在已经听到了狗叫的声音了。这户人家的房子好漂亮的，在这个山口边上，感觉这里还有一个村子一样的，好干净。接下来的路程呢，因为有很多人家户都喂有狗，交流的途中呢，经常有狗哐哐的哈。为了不影响大家的体验呢，我就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得了。那现在我们镜头中的就是上冉家寨。那刚刚无人机起飞的时候，实际上差不多是从半山腰的位置起飞。那现在呢，下方的这个村寨呢，就是下冉家寨。那下冉家寨呢，应该是有10来20户，基本上是每家人都在家的。我们可以看到土地也都是种起来的。再往下面走呢，就来到了乌江的边上。
这个呢就是下来去到河边的一个整个路况。这边的这个房屋建筑呢也是比较漂亮啊，每一家呢基本上都有1、2个老人在家里面。这里留在这个家乡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哈，基本上是每家每户都有人。那么快到江边的时候呢，这里还要走一些特别陡的石梯，包括一些悬崖栈道啊，看起来还是比较险峻的。这个江边呢也是住有2家人。现在呢我们就已经来到了江边的这个码头啊，环境确实是非常的漂亮，也可以在江边这里吹吹风，是吧？非常舒服。那么大家可能最关心的是如何来到这里。这个地方呢是黑水镇的冉家寨，但是不用像我这么辛苦的走这么远的路啊，大家可以直接乘船就可以来到这里啊。具体的路线呢是到沿河县的东风码头，然后乘坐去洪渡镇的船，每天早上9点对开。那么在中间的冉家寨呢，大家下船呢就可以到达这个村寨。下冉家寨呢基本上都是住满了人，上冉家寨呢有10多栋房子，然后只有2家人留守啊。如果你们要来体验这种山村生活啊，可以到这里来看看。还有一个重点啊，这边的船费比较便宜啊，20块钱就可以坐到冉家寨，而且你可以在途中欣赏到这种悬崖绝壁啊、绿水青山的这种美景，很是漂亮。我觉得平时花20块钱坐船到这儿来呢，都是一种享受啊。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到沿河县，我建议可以坐这个船玩一玩哈。路上的风景确实挺好的。好了，朋友们，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我还要走2个多小时的路程返回山顶，想想我都累啊。视频都看到这里了，大家就点个关注再走吧。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峡谷深处的风景是非常漂亮啊。这个沟里面呢还有一点点的这个小溪流。那么整个峡谷呢它是不通路的，然后这里面呢就是峡谷尽头。这几户人家呢好像大概应该在这个什么位置吧。沟里还有这么大的一棵树，可惜哦，这么大的一棵树不要了。他们这边的人说话我都听不懂。我现在在的位置是铜仁的松桃县深山里。哎呀，应该是快要到了。哎呦，这种地方才是原始啊！你看这个古树盘根错节，就正好坐在这一墩风化石上。大家看这里啊，像不像之前放的一个蛋？但是这个蛋被取走了，对吧？我真的感觉这个可能是一个化石哦，他们修路的时候把这个圆的东西搞坏掉了，你们说是不是啊？住是肯定有人住的哦，这下边还种有一些农作物，因为我们刚刚放无人机的时候呢，也是看到这个房顶上是有人在上边捡这个瓦片的。你们吃饭了没有啊？来摄影啊，玩啊！好啊！你们这里是有几家人啊？啊？现在没有在这里做了。现在没有在这里做了？没有人在这里做了。瓦坏了，我弄一下。哦，瓦坏了，回来弄一下。嗯。我以为还有人做呢。没有人在这里做，有人。有的。有一个。还在这里做。啊，他在这里做。这里好啊。这里可以啊。啊，这里环境好啊，又隐蔽。人家那些隐居的就喜欢这种啊。哦，正好你们也是今天才回来。昨天回来。嗯。就住这里吗？嗯。还可以住哈。可以住，什么东西都住这里。这边总得几户人家呀？全部拆好啊。拆了哈。啊。这里姓什么？姓石。石。嗯。石头的那个石是吧？嗯。
你人还挺多的。人啊？是不是都那边的来帮忙的？没有，全都是在这里来弄房子的。哦。有些在这里来玩。就是每家都要弄一下的吗？弄一下。好让它保存时间长一点是吧？就是啊，每弄的都坏掉了。哦。你看你们一讲方言，我一句都听不懂。说我们本地话，你肯定听不懂。不是本地的。我不是本地的，遵义的。那底下那棵树是什么树？啊？底下那个沟里面那棵大的。小棉花。哦，小棉花。啊。这好几之前嘛。那棵是金丝楠木吗？真的假的？就是倒在那个沟里那棵。那可以卖吗？卖人家的没通马路这。你用也可以。那个可以卖多少钱？那个不是金丝楠木，是金丝楠木。就是普通楠木是吧？普通楠木，你要也可以跟你啊。咦，那个树我估计要很多人才搞得动啊。很多人，看不用大啊。对。这一挑也不轻。有100把斤，慢一点哦。我也走了，不打扰你们了。我感觉他这个还要剪好久。今天剪不完。今天都剪不完哈。现在差不多了。对，那走了，拜拜。去研究一下你那棵楠木树。哎，现在回去了，朋友们，到上面这几户人家去转了一下，他们每家都有人回来啊，把那个上边的瓦片整理一下，让这个房子呢保留下来。已经没有人居住了，只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他是独自一个人居住在这里，其他的人呢都已经搬迁到县城或者说镇上去了，是整体搬迁的。这个地方环境真的是非常漂亮啊，还有几棵金丝楠木，而且还都比较大的那种。整个这个山形啊，咱们看去就有点那种类似于侏罗纪公园的感觉啊，很漂亮。那个刚刚上面有个兄弟说，这个沟里的这棵楠木树是他家的，你们有没有人要的可以来搞？是普通的楠木啊，不是金丝楠木，但是普通的楠木好像也值钱的吧，对吧？看这棵就是楠木树，真的是非常大啊，有1米多的直径啊，这个长度的话有好几十米，而且这个腰条也比较好。兄弟们，我站在这个楠木树上给你们看一下啊，真的非常大，长也非常长。这棵楠木树真的不要钱啊，主人家说的，但是想什么办法可以弄走呢？你们出个点子啊，我来把它弄走算了。好了，朋友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啊，赶紧给我想办法，怎么样把这棵楠木树弄出去。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在贵州发现了一片类似于火星球的地方，那就是位于铜仁松桃县的腊尔山红石林。据说是2015年，当地村民准备在这里开山种植红枫树，无意间发现了这么一片神秘的丹霞地貌。这一片神秘的石林呢，大约形成在5亿年前。那个时候，这些地方还是一片汪洋大海，地壳的不断运动呢，形成了这么绝美的奇观。5亿年前是什么概念呢？那个时候我都还没有出生。现在呢，我已经置身在这片红石林之中哈，带你们到里面去转一转。这个地方呢，我跟大家说一下，目前是不收门票的，车子是可以直接开到这个广场的。那个地方有一片呢，我就不过去了。我脚下这一片呢是比较大的，给大家来环绕一下。然后这里一直延绵过去，整个山头上都是。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呢也是比较奇特，红石林是置身在山顶之中，但是它竟然有水，这个地方有水，然后前方那个地方又有一个天池，所以这就是地质的一种奇观吧。这个山顶上哪儿来的水？而且现在天干了这么久了，竟然还有水。我们穿梭在这个红石林之中去啊，给大家看一看细节。
你在这一片红石林之中啊，你会看到非常多的这种奇异景观，有些看去就是层层叠叠的，像什么呢？像那个灵芝，对吧？一层一层的。有一些呢，感觉又看着像一些外星飞船哦。反正只要你能够善于观察呀，我发现这个上面有非常多形象的东西，各种奇形怪状的都有。这一片红石林啊，在我看来呢，更像是这个海底的泥沙。大家知道海底的话，它实际上是有暗流的，所以这种奇形怪状的一些形状呢，应该是当初在海底呢，它就是这个形状。但在很多亿年前，这个地球突然倒转过来，海洋变成陆地，陆地变成海洋，那么海底的这个泥沙呢，它就保持了那个形状呢，突然凝结。对不对？然后再过了几亿年前，那我们当地的村民呢，正好就发现了这么一片神秘的地方。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实际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泥沙啊，并不是那个石头。我们来摸一下就感觉得到哈。你看这种的话就比较硬啊，它已经淘出来之后，外边这个风化了几年。你像这个下沿的话，它实际上都是泥巴哈，一刨的话就会松散开来。所以说我感觉应该整个所有的这一片东西呢，以前在海底呢，它都是泥沙，只不过呢，在海底暗流涌动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不被看到的时候呢，海底都已经是这样的形状了啊，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啊，不知道对不对啊？考古专家可以说一说啊。正前方这个像不像一艘飞船？真是太漂亮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形状。非常的奇特，我们真是感觉在外星球啊！咱们现在看去这一片红石林呢，它可能没有刚刚下雨过后那么红，这种丹霞地貌的感觉。我相信下雨过后会非常非常的红，非常非常的美。那么老百姓在挖这一片红石林的时候呢，我相信费了太多的功夫啊。我不知道怎么搞的，现在没有收门票啊？我觉得应该是收一点门票，你们说是不是？要把这些红石林全部把它挖裸露出来呢，我相信当地的老百姓应该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啊。因为像这种地方的话，你也没有办法来进行机械作业，对不对？只能是手工啊、锄头啊来一点一点的挖。你看，把这些缝隙啊都慢慢的给它淘出来。我们才能看到这种火星一般的这个地质奇观呀！要感谢当地的老百姓。好了，朋友们，这一片如火星般的红石林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和震撼。如果说你有幸到贵州铜仁来玩，那这个地方呢一定要来打卡一下，因为这里呢是不要门票的。尤其是你喊着自己的女朋友啊什么的到这里来拍照，随便拍一张都是大片啊。朋友们，大家好，在家里待了10多天，没有出来拍视频。我还上不来了，我还咋的？哎呦！大家好，现在我在铜仁思南这边的塘头镇啊。其实我这个下边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江，那么这儿呢有电线杆往前面去啊，前面那儿呢还有几户人家居住，而他们呢只能是通过这个小道走过去，又或者呢是往这个江边渡船出门非常漂亮的几户人家。我们上一次来这里呢用无人机拍了一下，今天呢过去探访一下。他们这几户人家呢离公路并不远啊，我从那边公路走过来的，大概就是走个10分钟左右就能够走到这几户人家。
这个地方的环境呢，真的是非常漂亮。我的车呢是停在这个山的后面，然后从这个山上穿过来的。穿过来呢，我们就到这边这几户人家居住的一个位置。然后这儿呢，好像是一个码头，我们上来看一看。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码头啊，因为这个下边呢放着5、6艘船，这个呢是小船，那一艘呢好像还是一个客船，对吧？来看一下是不是一个码头，确实是一个码头啊。这边有写任家湾渡口啊，丰清任家湾渡口。那证明这个地方以前呢可能是一个码头啊，也就是周边可能好多人要坐船的，他有可能是走到这个地方来坐船，因为这儿呢只有3、4户人家哈。这个呢是一个客船啊，上边还写有这个现在30人的这个字样，可见曾经这里应该是比较繁华的，对吧？那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呢应该是非常少的人过来啊，因为它这个门前呢都用这个网给拦住的，可能是预防这些鸡啊鸭的就是飞出来吧，对吧？哎，那我怎么样进去呢？因为那边还有几家人，我是不是可以从这个江边走过去啊？走吧，试一下吧。哇，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地方真的是太漂亮了，碧绿的水，背靠青山，对吧？很漂亮，一个世外桃源一般的地方。说实话哈，特别羡慕这样的地方啊，我都希望有这么一个地方，可是很难啊。这个河边那儿呢也飘着一个船，然后看一下这边，非常美啊，我都挺羡慕有这么一个地方的。哎，在吃饭呢呢？没知道吧？耍呀，就你们这儿耍，你们这儿看起环境好好哦。哎，说在吃饭呢？啊。你看，正好碰到你们在吃饭。吃的吗？不用啊，不用，我坐会儿就行了，坐会儿就行了，因为我刚吃了，你在那还早哎。哎呦，我就是吃的哈。不用，你们吃就行了。老实的嘞。真的吃了，正好碰到你们吃饭哈。我吃了，你们吃就行了。耶，还真的萝卜炖腊肉，是不是？吃都是吃的嘛。吃了，真的吃了。你们这里有3家吗？4家人哈。好，谢谢。是这个5家人。这儿是5家人。你们这里以前是个码头啊？以前是个码头啊？以前就是个老码头上从。我们以前是个那个嘛。主要通道。过河。哦。你是从那边走路过来的这个？哎，从那边走路过来。你这儿也只能走路过来呀？是的吧？所以我们这回去干长啊，是吧？就是把水涨了就是不得喝，就是主要是管一个船呐，挖进去。啊，如果是也涨水了，走那个路都不行哈。哦，不能行噻，那就坐船咯。你们自己有船噻？我只有个船子。有个农用船。有个农用船。哦，华景农用船可以赶场。哎，有没有可能让有些人喜欢坐船耍的，你可以那个逛哎？有办点证书的。办点证书的行。哦。办点航行的，拿个牌，拿个本本，跑就哪从西南跑到哪哈？我们可以。哦，还要办本本。如果不办本本，那你只能自己用，对吧？老人不行。哦，自用船你换本人这样可以去。这做个亲戚在上面都不行喽。倒茶的水平都可以。我管你家人也带。啊。特别说。我抽债了不行，你本来这个船是2个人，你要装3个人不得行。哦，你们那种船呢只能装2个人呢？
哦，有种2个人的，有种3个人的，有种5个人的。哦，最多5个人的。你们年纪都不大噻，应该没得60岁了哈。差几个月。差几个月。小孩儿都在外面打工。你家有几个呢？2个，女儿结婚了，儿子就是还没娶媳妇嘛。哦，儿子是小那个，儿子是小那个，小嘛才20岁，20多点嘛可能。我这个路就是这个路不通，像个女朋友来，好多时候来看路也不通，好啷个人家老给来做这些地方嘛？咦，我跟你讲，你这个地方探险不是好探得很，环境好的嘛，全部都可以坐船的嘛。真的。哪有车子了嘛？啊，有车子不要紧啦，有车子你还不是可以开到对面去坐船过去就行了呀。有些好。他一定会找到，因为有很多人会喜欢这种地方。你看后面有山，前面有水，前面又可以坐船，几多安逸啊！我觉得那些还是懂在的，他就那懂在的，后来环境条件差，路不通。这种跑得好子哦，吃了不就坐船。等于在这里做起了，现在就没得啷个收入了，是吧？是啊。就以前可以渡船的时候，那还可以有点收入哈，渡船。我坐船有点修路嘛，涨了火，然后船也不去渡了。现在这个有这挂在这个政策，10年禁渔区，鱼也不许搞了。哦，现在是不准打鱼，船也开不到。哦，就纯粹就没那修路了噻，我们。那假如说你要去办个船的证，那好办没？船的证出来之后好办。那你为哪个不办案呢？办这个噻。哦，你办的哟。哦。那就去跑船噻。你跑哪嘛？你不要装的你跑哪嘛？没人装的。哦。你说你这摊好安逸嘛？坐在坝子就可以欣赏到这个满江水。看得好。真的啊！哇，好多人想找这种地方找不到，尤其是住在城市的那些人，是吧？在家门口就可以见到这个漂亮的风景。要让爬下来就可以。啊！走了，朋友们，你们说这个地方漂不漂亮吧？满江绿油油的水，然后他们呢是5家人，4栋房子呢就是住在这个江边，下边呢放了好几艘的船。特别遗憾的是，我准备让大叔开着船带我来转一转，但是他说是不行的。他们自己村民干活啊，或者说赶集是可以开自己的农用船去进行通航的，但是拉人是不行的。也可以看得出来，大叔他们的这个安全意识是非常非常的高哈。那我呢，也只能就此作罢了。特别羡慕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方哈。只不过呢，听大叔说他们现在好像没有多少收入啊，就是以前的话可以靠渡人过江，还有就是打鱼可以有一部分的收入，但是禁渔期开始之后，然后这个轮渡呢好像也不能渡人了，所以他们没有多少收入啊，现在也比较清闲。在云南、贵州、四川3省交界处，有一片山水相连、绿意盎然的区域。这片交界的地带被称作鸡鸣3省，意指早晨一只雄鸡啼晓，3个省可同时闻听。渭河、果哈河、赤水河相汇于此，3省分居于悬崖3侧。云贵川3省也正好以此作为边界。历史以来，此地都是地理死角，交通闭塞。在云南和四川峡谷顶端建设起来的这样一座鸡鸣3省大桥，建成之后的总长度是286米，桥面距离河面垂直高度160米，相当于53层楼的高度。我们从空中看，
这座大桥左侧就是云南正雄的村庄，而河对岸的悬崖上其实就是四川叙永岸边的村庄。两个村庄的距离仅仅相隔几百米，他们不仅是世代的邻居，甚至有很多还是亲戚。可是以前要在这儿串门走亲戚却很不容易。首先要从四川这边悬崖上开凿的栈道，顺着陡峭的峡谷下到河谷底，再乘坐渡船到河对面，然后再顺着几乎垂直的山体向上攀爬，才能到达云南一侧的村庄。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却要走上2-3个小时。而伴随着这座历时3年半时间建成的大桥通车，村民到对岸仅需5分钟。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乌江的边上，在这个路边呀，发现对面有几户原生态的人家，非常漂亮哈。三面环水，一面靠山，不通车路。然后他们要出行的话，全部靠渡船哈。看看那个江边上也摆了几艘船。如果说让我在那儿待个1-2个月的话，我是100%愿意的。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哈？很漂亮。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梅潭和石阡的交界处。我身后这条高速路呢，就是梅潭到石阡的高速路。去年年底呢才通车的。那座大桥呢，就是河闪渡乌江特大桥啊，也是非常壮观的一座桥。它的桥长呢有2公里长啊，桥面到水面的高度呢也有340米啊，也是有100多层楼高啊，非常的壮观。这条高速公路呢，是从我脚下的这个山体里面穿出来的。这个地方呢，还有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呢，正好居住在这个高速路边上哈，它的距离可能还不到100米。然后这条高速路现在的车流呢，还是不错的啊，经常都有车过来过去。我感觉他家住在这里是不是太吵了？因为这个车辆出隧道啊，包括在这个桥上走呢，它的振幅都是比较大的，声响也比较大。可能比较吵哦，要是我的话可能睡不着。那么大家看这个前方呢，就是河闪渡的大桥，也是非常壮观的一座大桥。它这边从山体出来之后呢，那个地方把山开了一个岔，对面呢那是一片悬崖峭壁啊，而且我看到那个崖壁上还有一些山洞啊。那么它这个桥面到下面江面的高度也有300多米，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峡谷，挺壮观的。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铜仁石阡的楼上古寨，这是一座建在有着500多年历史的传统古村落，也被称为周家寨。我们可以看到，房子的角落，包括路灯上呢，都有偌大一个周字，是一座以周氏家族为主的血缘村落。整个村寨呢，坐东北向西南，距离石阡县城15公里。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据周氏家谱记载，周氏原籍江西南昌府丰城县，明朝进士周国照出任四川威远县，修建有江西会馆。家属呢居住在该县洛阳乡的大城坡，后来呢又移到西属潼关乐乙县天井坝。明朝弘治6年，也就是1494年，距今呢已经有500多年了。也就是现在楼上古寨的始祖周伯权呢，避难贸易入黔，来到楼上古寨啊，发现这个地方前面有河流环抱，后有苍山点缀啊，非常的漂亮，就在这个地方呢定居了下来。楼上村整个村寨以北斗七星树为中心点，划分为4个不同的分区，东南方向为生产区，西南方向为居住区，西北方向为娱乐区，东北方向为墓葬区，功能分区非常明确，让人惊叹。现在呢，我已经在楼上古寨的寨子里啊，走，带你们去逛一逛这个神秘的寨子。那个地方呢，就是进寨子的大门。一进来之后呢，这里是一个广场，中间这个呢就是戏台，也就是说，以前呀，人都在这个2楼那儿唱戏，对吧？这个应该是清代的一个建筑。那么村民呢就站在下面观看啊，整个广场呢还是比较大的。这2棵树其实不简单的，它是一个树头，上面呢分叉开来。这棵树呢叫做桂花树，但是他们这里呢把它称为姊妹树。为啥呢？因为它开花的时候啊，一边是开白花，一边是开黄花，还是比较神奇的啊。大家有机会到这儿来呢，正好遇到中秋节前后的话，可以见证一下。这个地方呢就是7星连珠的古枫树群，但是呢现在这7棵树已经不全了。看看这里有一棵坏的，这棵是，这棵是，这棵是，那里那一棵也是。那么目前的话，这7棵树好像只有这2棵是活的，其他的全部都被这个仙鹤在上边筑巢。你看这边这个树上都有些巢，然后呢就是拉这个粪便下来呢，就把这几棵树给弄死掉了。现在只有2棵活的，还是3棵活的。这个上面呢是紫铜宫，我们去看一看那棵千年紫薇树啊，非常罕见的。我要是不说的话，你们是不是以为这棵树很普通？其实它一点都不普通啊！这是一棵千年紫薇树，非常的漂亮，长1000年才长这么大。它的这个树的表皮啊，触摸去就感觉像我们的皮肤一样细嫩光滑，非常的舒服哈，摸起来。你看这写着千年紫薇树。很好玩的是，在开花时节啊，用手触摸整个树身呢，树叶会摇动不止啊，体验后会给你带来好运。我们摸一摸哈，
现在在刮风呢，感受不到它这个树叶到底有没有抖动。如果说正好大家来这里遇到没有风的情况下，可以试一试啊。这个地方呢叫做四方碑，就是楼上古寨的墓葬区啊。前方这一座古墓呢，就是四世祖周国珍的坟墓，但它是一座假坟，真正的坟墓呢是在后面的这个岩穴之中，当地人称之为岩穴葬。这座古墓呢，以绝壁为天然的屏障，周围由参天大树覆盖，浑然一体，前方群山环绕，江水环抱啊！你们觉得这个地方如何？哇，在这个寨子的中间来看一看啊，这个古寨子非常漂亮啊，里面的建筑呢都是这种三合院、四合院的这种造型。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寨子山上的观景台，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古寨的北斗七星的布局。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这个三宝这里啊，它就是属于墓葬区，这个位置呢就属于娱乐区，这个位置呢就是生活区、住宅区啊。那么前方江边的这个土地这里呢就是生产区。你们注意看这个地形啊，它就像一个北斗七星的一个斗，看到吗？这个地方住宅区，这个地方生产区，前面那儿墓葬区，这个地方娱乐区，是不是像一个斗？而江边这里延伸过来呢，就是一个坝，对吧？就是北斗七星的一个造型。那通常我们很多人修建房子、修建住宅，是不是在江边？但是它这个地方呢，正好把江边的这一片地呢，作为这个生产用地，而靠山的这个位置呢，建的房子。所以说，你们觉得古人的这个智慧牛不牛？那么前方呢是群山环绕啊，江水环抱，整个寨子在建寨之初就有非常多的考究啊。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有500年历史的这个古屋啊，马山古屋。这个地方呢是龙门，上边呢写有千年古龙门的一个字样。大家注意看，这个龙门是呈8字形开的。那为何要呈8字形呢？主要当地人说有一个驱蛾辟邪的作用。还有啊，这个龙门它是不正对中堂的，是斜着开的，又有财不外露的一个意思啊。我们进来看一下这个几百年的马山古屋。那么这个建造风格呢，它是四合院型的这个马山古屋，两边呢都设置有厢房。那厢房呢，它有2楼啊，也可以住人啊，也可以放一些杂物。那么那边那个呢，好像是以前的猪圈吧，那个也是厢房。这种属于这种四合院又是3合头的这种建筑啊，因为它前方有龙门，所以呢也把它当成一个四合院。这一栋马山古屋呢，就是楼上古寨最古老的房子，也就是1世祖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呢，第1栋建造的房子，至今呢已经是有400-500年的一个时间了。大家看这个房子的选的地点啊，也是非常的正，因为它始终是这个地方第1栋开始建的房子嘛。你们看这个正中间对出去啊，前面是一边一座山，对吧？中间呢正好是一个垭口，那这栋房子的向山呢，就是朝这个垭口向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龙门，对吧？我也没有弄明白为什么那个时候要用马桑来建房子啊，因为马桑树呢大家都知道长不高。你看这一栋房子呢，它明显呢比周围其他所有的房子都要矮。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用的这个材料啊是马桑树。马桑树呢一直以来呢都是长不高的啊，所以你看这栋房子呢它建的也不高。马桑树能长到这么高的柱子呢，已经是很厉害了，对吧？我们看一下这个边上这个厢房啊，也有可能啊，就是以前的人啊，个头是不是都不是很高啊？所以说他建造房子呢，也建得比较矮一点，这个咱是无法去考证的。反正整个房子它跟现在的这个木房子的这个风格呢，应该是要矮1/3左右的这么一个高度。这个古房子呢，全部都是马桑木修建而成。当然现在呢
因为被烧毁过，所以有一些呢是保存着，有一些呢可能是后来加上去的，比如说这个板壁呢可能是后来加装上去的。这个上边有写着啊，楼上村古建筑周正奇的老宅。周正奇呢应该是他们这里的几世祖了哈，他并不是原始世祖。这一栋马山屋够久远了吧？至今已经500多年了。楼上古寨建在500年来啊，没有出现过水灾，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大的火灾，这得益于人家的防水系统和防火系统。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巷道穿来穿去，那么它的两边，这个古巷道的两边呢，都有很深的这个沟，干嘛的呢？就是排水的。因为整个寨子呢，它是依山而建，所以说一旦在涨洪水的时候呢，这个排水系统呢尤为重要。你们可以看看每一个向山上走的这个巷道呢，两边都有这个排水系统，在这些地方呢有做一个交叉。那么这个房子的下方为什么都有这种石墙啊？你们可以看看两边都有这个石墙，它这个石墙的目的呢，有一个防盗的作用，当然也有防火的一个作用。老娘，这是哪去的？哎，真意嘞！真的啊，在这儿耍。哎，我这样。你找了？买菜种。哦，买菜种。好，那你去买吧，我再看哈儿。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巷道的两边啊，它都先修有一段这个石墙，它的目的呢有防盗的作用，更重要的呢是防火，也就是其中假如说某一栋房子有着火的情况下，他们能够很快通过石墙能够攀爬上去。比如说像这个地方哈，这里建了一个石墙之后，他脚往这个墙上一踩，立马呢就可以到房顶。到了房顶之后呢，把上面的这个瓦呀、这个木料一掀开呢，那么我们的这个火光呢，它就可以什么直接穿出去，就避免了大面积的这种火灾的情况。这个天福井的这个泉水呢，也是比较神奇哈。现在大家看啊，已经天干了2-3个月了，这个依然有这么大一股水。但是在涨洪水的时候呢，它其实也比这股水大一点，大不了多少，它也不会水昏，所以说挺神奇的哈，这个泉水。楼上古寨呀，把这个山水、人文、地理运用到淋漓尽致，包括对村寨的这个防水、防火、防盗系统的建造呢，也是堪称一绝，真的是很多值得现代人的学习哈。好了，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我身后这辆车呢是长安 CS75 的 Plus。我购买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目前的行程呢是5万多公里。我记得我买车的时候发过视频，很多朋友呢就跟我说，你长测一段时间之后呢，给我们发一个视频，说说你的感受。5万多公里呢，我觉得差不多了哈，因为很多人开2-3年的车呢，也不一定有5万多公里，我觉得是可以说一说了。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我开这辆车的一个感受啊。这辆车虽然说已经出来了，应该有2年多的时间了吧，但是它的整个外观呢，看去也是仁者见仁吧。说好看的呢觉得好看，说不好看的呢也觉得不好看。但是我们看到整个车身的长度呢还是比较修长的，也就是说你开在路上呢，让别人感觉这个车还是挺大的啊，不是那种小巧玲珑的。但是开起来呢，它紧凑感是不错的啊，也不会说让你感觉开的这个车很大的一种感受啊。我觉得现在的车企呢，该淘汰的都淘汰了，剩下的呢就那么几家了，也没有太多的选择。那可能它内部的一些结构呢，其实都是相差不大了。可能第一眼呢，大家肯定会选择的一个外观，对吧？你喜欢这个外观呢，你再去看这个里子。但是我选车呢，可能跟大家有一点区别哈。可能更重视的动力要稍微的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都是跋山涉水，不是在城市里面去平稳驾驶的。
我现在呢在车内，先把这个车呢给它启动起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点亮后的一个仪表盘啊。然后我们看到这里，看到吗？53680公里啊，现在开到现在是5万多公里。那么它的很多一些菜单呢，也都集合在这个方向盘上啊，咱们就不一一去讲了，因为这个呢，很多车评人都会讲，你们去看就是了。大家最关心的呢，就是这个油耗啊，我跟大家调出来油耗，大家看一下。这里大家看到吗？目前这上边的行程显示是14765公里，然后平均油耗呢是11.7啊。这个油耗的话，说实话不低啊。但是呢，因为我这个车呢是2.0T 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吧。而且我跑的路呢，大多数都是山路啊，高速路跑的比较少，所以相对来说油耗会高一点。就看你能不能接受了。11.7，反正以现在的这个油的价格的话，确实不低啊。而且它这个表显的话，我感觉可能比实际的会显得更低一点。这个驾驶仪表盘呢，它是3种显示模式啊。比如说现在我用的是这种节能模式的这个仪表盘，就是蓝色的嘛，看起来心情舒畅一点。如果说你想自己激励驾驶一点，那你可以搞成这个运动模式。那运动模式看起来这个飞轮它就是特别有驾驶激情的这种感觉，对吧？然后这种呢就是原先的这个普通模式，这个基本上就不用了。那看起来就像之前的那种机械表盘。这个车呢有这个 L2 级的这个辅助驾驶，也就是我们在高速上什么的呢，它都会车道保持、自动刹车、自动跟车等等。那么相对来说在高速上开车是比较轻松一点的啊。这个智能化的集成度呢也比较高。即使到现在呢它也不落伍啊。一些智能的东西呢可以跟大家测试一下啊。基本上在车内坐着呢，你也不需要太多的去动手啊。基本上是动口就行了。我们跟大家测试一下。小安你好。在呢。放首歌来听。最近大家都比较喜欢听这首张靓颖的《就算》，一起来听听吧。那么他就开始放歌。那么比如说像打开天窗啊、打开窗户什么的都可以啊。小安你好。在呢。车窗降1/4。你看他还知道我在这边，他给我降了这边啊。小安你好。所有车窗降1/4。你看他就把所有的车窗给你降1/4。那么它这个功能呢，就是你一定要1/4啊，或者1/2这样子啊。再来一个哈。小安你好。我在。关闭所有车窗。好，它又全部给你关闭。你也可以只降一侧的，只升一侧的啊。小安你好。在呢。主驾驶车窗降1/4。它就只降主驾驶位的。也就是它其实还挺智能的哈，就是你想到的东西呢，你可以把这个语言组织一下，它能听得懂，也能跟你去执行。比如说它这个车有空气净化，我们可以试一下。小安你好。打开空气净化。然后它就把这个空调给你打开，智能净化也给你开启。这个智能净化呢要表扬一下，因为我已经开了1年多的车了，它每次你让它开启智能净化的时候，它里面是要冒出香气来的，我不知道你们是如何去实现的。反正是你发现车内空气不是很好的时候，你就让它开启智能净化，它里面是直接有香味出来的，就是瞬间的话就可以让你的车里面这个神清气爽的这种感觉啊，这个感受特别的好。说实话啊，这个车开了1年多5万多公里呢，我基本上还是满意的。
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当然呢，被人家追尾过，但是这个东西呢跟车无关。但追尾呢也暴露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后边的这个防撞梁呢很单薄，那么被人家怼进去了好远。这个呢可能有很多的合资车呢也是这样啊，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好，我也不去做点评。那我为什么要买 SUV 呢？首先我们经常在户外去，有可能是要睡在车上的。像这个车呢，它后边是可以纯平的一个空间。那么纯平弄好之后，像我这种1.8米的个子在里面睡觉都完全没有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是我比较看重的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车的外观呢，我觉得也还行吧，谈不上好看，讲老实话。最主要的它这个动力呢让人放心啊，它是8AT 的变速箱， 2.0T 的发动机，所以这种组合呢大家都觉得比较放心一点，我也是这样，对吧？因为长期开车，你想想我1年多开5万多公里，这个东西就不能开玩笑啊，像这些主要的地方的东西肯定是更注重一点，是不是？这个车的驾驶感受呢整体是不错的，还有就是它的主动安全性的这些配置非常高啊。比如说我们有些停车的停车位啊，它是跟这个公路是成这个十字交叉的，那么你从里面倒车出来的时候，这个马路的前后来车你是看不到的，那么这个时候它的尾部的这个探头呢就能给你探到，你只要听到后面没有响声呢，基本上10米20米开外就不会有人有车，有呢它马上就会给你报警，那你就可以注意。这个呢也是一些安全的一个配置哈，其实还真的好用啊。还有比如说主动刹车这些功能，当然很多车都已经有了，但是这些功能呢，讲老实话哈，有时候真的能够帮助你避免一些小小的一些事故。其实人在开车的时候啊，难免有走神的时候，往往这些发生一些小的事故啊，就是在你走神的时候发生。那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些主动的安全配置呢，就尤为的重要。因为在你走神的时候呢，正好它能够反应过来，跟你踩一下刹车，有些时候能够跟你避免一些刮蹭之类的这些小事故啊。我开着这个车呢，去了很多路特别烂的地方，尤其是有一次去铜仁的一个无人村的时候，那样的路只有我一个人我都敢去。哇，那个路我说实话，有些人开那种44驱的他也不一定敢去，我们这个车呢是前驱车，我也敢去，所以它的动力呢还是够用的，而且在那种烂泥路上呢，它也能够很自如的去应付啊，所以我觉得，我还是相对满意的哈，尤其它这个动力呢，我还是相对满意的。反正整体来说，也就是中规中矩吧。那么你非要说一点这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呢，就是这个油耗确实是不低的啊，确实是不低的。如果你是只是代步的话，还是买 1.5 的比较好啊， 2.0 的确实更费油一点。那还有呢，就是这个车的座椅我是不喜欢的啊，讲实话，这个车的座椅只是说好看，但是一点都不实用，不行啊，太单薄了。不知道后面的会不会改进啊？这座椅确实太单薄，就是你长途驾驶开个400、500、600公里呢，你一定会感受到屁股的不舒服啊。最后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买车的事情，因为每个人买车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而且现在的车呢，只要是还在市面上的几大车企呢，其实车都不错，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看自己个人的一个需求了。那我就跟大家说说我的需求哈。我的需求呢，就是外观可能不是重点，那么重点呢在于这个动力组合，还有什么安全化配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呢是长期在外面跑，而且是跋山涉水的这种，也就是会走很多的一些烂路。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求它的动力呢要好，所以我选择了这个 2.0T 配 8AT 的这个顶配的这个车型。第二一个呢，就是它的安全配置、智能化配置要高。为啥哈？你长期开车在路上，所以它的集成化的一些智能的东西呢，你可以去玩一玩，这个呢就显得你不那么枯燥。比如说我们的语音控制啊，这些有时候你可以跟这个系统开玩笑，对不对？让它唱歌，跟它对话一下，那这个呢就会增加了你的驾驶乐趣。这样呢，我们在开车的途中呢，也不那么容易的疲惫，这个其实挺重要的啊。
第三一个呢，就是空间。我长期要在外面，偶尔会在车里面睡觉，所以整个空间大一点，我可以在后面睡觉。那比如说这个车呢，你把后面纯平空间弄开之后呢，它有1.8米多、1.9米的这个进深，我这种1.8米的个子睡在里面呢，完全没有问题啊。只要你把被子铺好呢，睡得还挺舒服的。所以我呢，其实就是3个要求，对吧？一个动力组合，一个智能化配置，一个呢后边能够纯平可以睡觉，就这几个要求。所以这个车呢是符合我的要求的，所以我就买了嘛，对不对？你们要根据自己的要求去买。那比如说这个车的指导价是15万多，那它优惠下来呢可能就14万多，对不对？有很多朋友呢就说你14万多可以买合资车了，但是14万多你能够买到什么样的合资车呢？这些东西全部是硬的，然后这个安全的配置也要少很多。我为什么要去买那个？如果你为了面子的话，那我也没面子，对不对？所以说要看自己的一个需求。最后呢，跟大家总结一下，这辆车整体呢我是满意的。那么你要说挑出不满意的2个点呢，就是这个座椅太硬了，太单薄了，所以大家选择的时候呢，不要选择这种座椅。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油耗呢，确实还是偏高的。讲老实话啊，以现在的这个油呢，你跑这种山路呢，可能都要达到9毛甚至更高的一个价格啊，这个还是有点心疼的哈。油耗偏高，那其他的呢没什么缺点哈。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啊，咱们下期再见，拜拜。今天呢，阿泰是来到了赤水河畔，这里山清水秀，景色宜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建在石头上的古镇。更不可思议的是，这座古镇竟然是一座千年军商古城堡。没错，这里就是赤水的秉安古镇，一座建在河滩巨石上的千年古城堡。秉安古镇自古以来就是川盐入黔的必经之地，被誉为明清建筑与历史的活化石。据历史记载早在殷商时期，这里就有古人渔猎的踪迹。自清朝乾隆年间赤水河进行大规模治理后秉安成为了赤水航道最繁荣的水陆码头之一，也是云贵川3省往来盐船和商家必经的夜泊之地。当时沿岸的马帮、盐帮、酿酒烧坊林立，客栈、饭馆、茶馆比比皆是，正所谓是繁荣一时啊。这里呢就是曾经的茶马古道，如果你走在这个古道上你都能感受到当时的繁华。中间这个桥呢叫做双龙桥，它位于一条河流和赤水河的这个河口，始建于清代非常久远。桥的中间呢早有一雌一雄2条龙昂首向上流方向，龙头高出桥面1.1米非常的壮观。我们顺着茶马古道一直往前走呢，就来到了古镇的下方。可以看到这个下方呢全部是一片巨石所以呢这个秉安古镇被称为建在巨石上的古镇。顺着这里台阶往上爬爬上去呢，就来到了古寨的东华门。我们从东华门进入古镇一路也走不了多远，就可以来到西面的寨门。那么西面的寨门呢叫做太平门均为清代所建。建筑呢为这种拱形的石门出寨门向西下坡呢有一条63米的石梯呈这种阶梯形呢向下延伸，通向码头。可能有人会问这么小一个古镇当时怎么就是军商古城堡了呢？其实在古代冷兵器时代这样的地形其实是易守难攻的，因为这个两边呢都有河流，其实你是很难渡过来的。所以说呢它这个地方呢古镇是依山而建，又是建在河滩的这个巨石上面的，你从下游上去了你上不去，两边的河流呢也是隔断了这个去路。
在贵州黔东南丹寨县的大山里，我们发现了一个特别漂亮的村庄，一条河流呈 S 型环村而过，将村庄呢分为了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啊都是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真是令人向往的地方呀。大家好，现在我在丹寨县的石桥村，看到这条河流没有？蜿蜒曲折的环村而过，真的非常的美。那我们今天到这个村里来干什么呢？并不是带大家去逛村子啊，这个村中呢有一项遗传了几百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什么呢？古法造纸。而且他们这个非遗的造纸基地呢是在山洞中。大家是不是很好奇，造纸为什么要选在山洞中呢？而这里流传了几百年的造纸工艺到底有何独特之处呢？怀着诸多的好奇和疑问呀，咱们今天就去山洞中一探究竟。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穿洞的位置啊，这里有路牌，里边呢还有一个天生桥，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这边呢就是一个穿洞，这里呢还立了好多的标牌，包括这个教学的实践基地啊之类的。好像没造纸嘞。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纸张，这挺漂亮的哈，看去呢栩栩如生。这个书说呢，这里现在没有造纸，在另外一个地方。大家看看这个里边啊，非常的漂亮，一条暗河从这里边流出来，特别的美啊，特别壮观。上边呢还有很多的石笋。那么他们的古法造纸呢，这里就是工作区啊，这里一个山洞的洞口。那现在呢，很有可能是在别的地方去造去了。这里呢也不是仪器啊，这里可能也在造。因为这边大家可以看到，还有好多的工具都在这里的。我们进去看了一下哈，穿洞这儿现在暂时没有造纸，别的地方有在造，我们去找这个造纸的地方去。这个寨子里边好像有人造纸，咱们去看看。那写有一个纸字，我估计他们家在造纸啊。这边这个怎么感觉像民宿啊？外边那么多空调。哦，这边就在造纸。啊？看一下吗？啊，可以看。这是属于小型的造纸是吧？啊，对。你们是学生吗？啊，对，学生。就是实习的。啊，对。你们这个有完整的工序吗？就是这里的话。有啊。可以讲解一下吗？小吴，你跟他说一下，我们去抬这个桌子。去抬啥呀？需不需要帮忙？一般我们就是先采构树皮嘛，然后这就是裁好的构树皮啊。因为它可以晒干了以后，这些构树皮是可以长时间放的。然后你要用的话，你就拿一些，然后在这个锅里面去。这是已经煮好的，然后。啊，这里是煮好的。嗯。就是用那个干构树皮，第一步就在这里面煮是吧？也不一定是用干构树皮，它晒干是因为好存储。经常有人来研学嘛，你不可能一有人来你再上山去砍，所以一般都会这些构树皮都是应该是买的。煮的时候会放一些什么草木灰漂，草木灰就是里面有碳嘛，吸附，然后它就会变干净变白，然后弄好以后就会打成纸浆，打好以后打碎了以后，然后再加一点那个药水。对，就是因为纸浆嘛，它打好就像棉絮一样，像棉花一样，是一团一团的。对，把它那个驱散开，然后就会加那个药水。那个药水一般都是那种芦荟啊、仙人掌这类都可以，大概就成这个纸浆，然后就可以操作了。哦，你拿这个就是小的这种。对，小的这个可以下。啊，这里呢就是你们学生搁这儿研学用的。人少的时候。啊，这里边都已经有了是吧？对，就是那个纸浆呀。这样弄出来晒干就是纸了。是的，但是我们一般来研学，他要马上带着嘛，然后就会用那个机器。这些就是你们自己弄的吗？那这个颜色是怎么上去的呀？
大气弄在水里面，让它自然的流动。你感觉图案已经不错啦，可以了，你就可以把纸覆盖上去，然后拉出来就成这个样子。等于每一张都完全不一样的。对，每一张都是不同的。这个卖吗？多少钱一张？40。一张都40啊？那这个主要是哪些？他们买去是干嘛的呀？他们买的是画，画是280。哦，就是主要买画。对。这就好了。这做废的，不用管了。这废的。废的。你这些都作废了吗？这些？这是好的，这废的。这个是废的。嗯。这个是你刚才外面那个模具是吧？对，就是那个12星期的模具。你这种写字的话就不行吧？写字。这我觉得主要是用来装饰的。主要装饰哈。这个崖壁下呀，也有一排造纸的工坊，咱们到这儿来看一下。刚刚我们看的呢是他们学生搞这个研学的那种小的地方。你像这边的造纸的话，就是专门造来是要出售的，以纸为主的。看看这个造纸工坊，就是建在这个崖壁的下方。这个就一张一张的造好了。这个会自动分层的吗？自动分层哈。这个可以，这个破的这个灰色，这个灰是。老人家就在这里清理这个。清理这张。这个是泡过的是吧？这个是煮过的。煮过的。对。那你要清理什么东西出来啊？清理渣子嘛。渣子哈。清理不好的这些。就那有烂的。这个就不能要。这个是外面的皮哈。这个是干构皮拿来煮过的。煮了之后清理一遍呢，就给它打成渣是吧？打成浆，俺们都直接啷了。打成浆之后，就是他们那里在弄那个。这样子贴在这里的。它外面那个弄好之后，就是半干的时候来贴上面吗？像这种纸的话，拿去卖大概多少钱一张？几块钱一张？它主要拿来做什么呀？这个纸，写字吗？2条流水线，就是专门拿来烤纸的。那么他们这个从那边池子里面把那个纸弄出来之后呢，就稍微干一下呢，然后一叠呢就放在这里，然后一张一张的撕来贴在这块加热板上，然后呢再烧火把这里弄干呢，这个整个工序呢就算完成。那烘干好的皮纸呢就在这里一扎一扎的。像这里的话，就是正儿八经的造纸的一个工厂。那么石桥村造纸呢，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啊，所以呢，你看这个古法的造纸工艺呢，直到今天呢，都还在传承。现在呢，是被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技艺。我们虽然看到他们的步骤并不复杂，就是用干的构树皮或者湿的构树皮煮熟之后呢，然后再进行挑选，再进行捶打之后呢，放在水里面进行溶解，然后来做纸出来。看起来没有多大的工序，但是其中任何一个细小的细节呢，都可能导致这个纸的品质呢出现较大的问题。所以说呢，这个操作的因素啊，对纸张最终的品质呢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在这样弄纸出来的师傅呢，都是有几十年经验的师傅。我们特别欣慰的是，看到了现在的大学生呢，也在来从事这一项工作。
可以说看到了2代人的这个传承啊，我们这些传统技艺呢都在不断的延续，给保留下来。但这里呢远远不止造这一种纸哈，据他们的记载的话，可以造10种不同类型的纸，所以说这个造纸技艺啊是非常的精湛的。石桥村造的纸呢，还被国家图书馆、文物馆呢用来修复唐代啊、宋代啊、元代这些时候出土的文物古迹。国内外的一些知名画家、书法家呢，也会用这里的纸来写书法和画画，因为这里的纸写的书法呢，可以保存1000年不坏啊。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来到石桥村，感受一下这个传承了上千年的古法造纸工艺。